少林寺这位披着袈裟、开着豪车、坐拥百万粉丝的佛门 CEO 终于栽了。你好，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我是杨正。7月27日，中共喉舌新华社发布消息，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涉嫌刑事犯罪，正被多个部门联合调查，罪名包括侵占寺院资产，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，育有私生子，以及严重违反佛教戒律。消息震动舆论，但在此之前，一场网络风暴早已悄然引爆。7月24日，释永信最后一条微博定格在清晨6点58分。当天下午即传出他被带走的消息，紧接着是所谓警情通报在社群平台疯传。释永信携带7名情妇、21名子女试图潜逃美国，被拦截于上海浦东机场。虽然河南警方随后辟谣称通报为假，但对消息本身并未否认，反而让外界更坚信这位红遍全球的少林掌门人恐怕真的出事了，而这次恐怕再也回不了头了。不过与官方通报不同的是，曾任职新京报、红星新闻的资深调查记者傅松7月26日在其微信公众号追月属星的朋友圈发布消息，明确指出释永信确实已被带走，且这次调查的导火索并非账面上的经济问题。这番说法迅速引爆舆论，原因无他，因为早在10年前就有少林寺内部僧人实名举报释永信，内容直指其敲诈勒索、侵占善款、生活腐败，与多名女子发生关系并育有私生子等诸多丑闻。然而当时的官方态度是一句查无实据，便将一切定性为不实举报。如今再度调查，却仍打着经济与私德的幌子，反而让外界更加确信，真正让释永信跌落法网的不会只是钱或女人，而是背后那条盘根错节的政治与权力链条出现了裂痕。释永信俗名刘应成，汉族人，1965年9月6日出生于安徽颍上，现任少林寺方丈、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，第9至12届全国人大代表。1981年，16岁的释永信前往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家，拜时任方丈行政长老为师，协助管理寺务。当时的少林寺在整个中国社会毫无知名度，直至1982年李连杰主演的电影《少林寺》上映后，嵩山少林寺才开始有了知名度，但尚未开展任何商业化运作。释永信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。他拜师后前往江西云居山、安徽九华山和北京广济寺学习。1984年返回少林寺，成为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成员。该委员会是共产党设立的机构，用以协助方丈管理寺务。同年，19岁的释永信受具足戒，成为正式僧人。1986年，他创办少林寺拳法研究会，整理散落各地的武术内容，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，打造出所谓的少林72绝技，并组建少林寺武术队，到各地表演赚钱。1987年，行政长老去世，将衣钵传给22岁的释永信。随后，释永信成为少林寺管理委员会常务主任，全面主持寺务。此时，少林寺已从传统的师徒承传模式转变为类似行政机构的运作模式。释永信成为穿着僧服的 CEO。1988年，他成立少林寺红十字会。1994年，创办少林寺慈善福利基金会，展开扶贫助残救灾活动。1996年，创办禅路杂志。1999年，释永信成为少林寺第30代方丈，并建立少林文化研究所，提出少林学概念。
从16岁出家到34岁成为方丈，释永信用18年将少林寺带上商业化之路。他参与成立少林书画研究院、禅师研究会，担任河南省政协委员。1998年起当选全国人大代表，后出任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。2012年成为河南佛教学院院长。2020年晋升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，成为宗教体制内的重量级人物。1999年后，释永信主导少林寺的现代化与市场化运作。他系统整理寺内文化资源，挖掘并推广少林武术秘籍，将少林书法、少林禅师等元素商业化，建立文化输出体系。2001年，他创建少林寺网站。2008年开设淘宝店，销售禅修用品、佛教文创、武术装备等。其后授权网络游戏开发少林音乐，甚至参与手机号码开光拍卖，将少林寺3个字的文化价值榨取殆尽，引发极大争议。释永信于2000年代初启动实体商业布局。1998年成立的河南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，主打少林禅茶、少林素饼等产品。2002年创办少林书局，专营佛教与功夫类出版物。2003年设立少林欢喜地河南有限公司，经营运动用品、餐饮、佛教设计等。2008年在淘宝开店，走上佛系带货路线。少林寺还投资10余家公司，业务横跨文化旅游、健康产品、茶叶、影视和科技等，如松鼎文旅、少林茶叶、少林无形资产管理平台。2022年，郑州一块 3.82 万平方米商务用地以 4.52 亿元成交，中标公司河南铁松科技，背后实际控制人为释永信，引发外界对少林寺资产运作与财务透明度的质疑。据公开资料，释永信关联至少18家企业，其中7家正常经营，持有706个含少林字样的商标，涵盖餐饮、服装、珠宝、茶叶等，对外投资额近8000万元。当森马服饰善用少林功夫商标时，少林寺发出侵权声明，逼其下架产品。2009年，释永信计划募集10亿元推动少林寺上市，被时任总理温家宝叫停，认为将佛门生意化，损害少林寺形象。少林寺的收入包括门票、香火供奉和商业运营。2017年，游客量超350万人次，门票100元，少林寺分30%，年收入超 3.5 亿元，香火供奉收入未公开。少林寺设外联处、事务处、网站等机构，运作如同集团化企业。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由释永信、释永干和少林寺出资，释永信持股 80%， 实际控制周边产业，涉及影视、文化、餐饮、药品、服饰等。释永信的抖音、快手账号坐拥100万粉丝，与游戏公司合作开发少林 IP 游戏。澳洲分寺、少林书局等布局，让少林品牌渗透现代生活。然而，释永信的商业化引发争议，外界指责其穿着价值16万元的袈裟，佩戴1000万元金丝楠木或小叶紫檀佛珠，乘坐奥迪 Q7 豪车，与出家人形象不符。他回应称，月薪仅700元，商业收入用于寺庙维修、僧人生活和慈善事业，豪车产权属少林寺而非个人。但天眼查显示，其名下多家公司已注销或吊销。至此，释永信一手将少林寺从一座寺庙转变为庞大的商业帝国，成为名副其实的赚钱机器。释永信这位佛门 CEO 虽然将少林寺打造成商业帝国，却也屡屡被丑闻缠身。
2011年10月，网络爆料他违反僧人戒律，坐拥30亿美元海外存款，在美国、德国等地拥有豪华别墅，甚至与多名女明星传出绯闻，令人瞠目结舌。这些指控虽未获官方证实，但已让外界对这位政治和尚的形象打上问号。更大的风波来源于2015年7月25日，一位自称是他亲传的少林弟子释正义高调实名举报，发布文章，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只大老虎谁来监督，将矛头直指释永信。文章控诉他与多名女子关系复杂，甚至与一位女法师有染并育有私生子，同时涉嫌侵吞少林寺资产，购买多辆100万级豪车，且车牌均为高价定制，堪称佛系奢华。3天后，释正义再抛第2批证据，公开喊话要求释永信进行亲子鉴定，试图将风波推向高潮。次日，他又发布第3批举报材料，指称释永信将少林寺相关公司股份转给情妇，豪车数量多到可以用来开车展。这场举报正值2015年习近平反腐高峰期，舆论沸腾，众人以为这位少林掌门终将栽跟头，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。少林寺官方网站迅速发声明，斥责指控为纯属捏造。中共宗教事务机构也进行了所谓调查，结论是所有指控均不成立。风波最终不了了之，释永信安然无恙，让人不禁感叹，这僧袍之下究竟藏着多大的能量，才能在反腐风暴中稳如泰山。释永信能屡屡从丑闻风波中全身而退，显然不是佛祖庇护，而是靠着一张盘根错节的政治人脉网，堪称佛门中的交际花。他的靠山之一是前中共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，与前领导人江泽民关系密切，常出入中南海。1999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后，赵朴初在佛教界配合行动，而释永信继承其路线，通过佛教协会积极参与打压法轮功，与高层政治人物建立密切联系，稳稳站上了政治舞台。2015年8月8日，财新网发表长篇报道，释永信一路风波中的佛门晋升路，揭露他凭借坚定的入世信念和卓越的交际能力，踩着一路风波，靠钻营走出了自己的佛门晋升之路。文章点明释永信与李长春的关系。1995年，为举办少林寺1500周年庆典，释永信趁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赴北京时，一路随行游说，成功获得支持。释永信在自传中毫不避讳地写道，当时的省委书记李长春对少林寺非常支持，多次来少林寺视察，少林寺的很多事情他都是直接过问。此外，他与郭伯雄等高层人物也有多次互动，显示其政治人脉之广，几乎将佛门变成了权力场的延伸。不过，释永信的政治角色远不止于此。1998年3月，他当选中共第9届全国人大代表，随后历任第10届、11届、12届全国人大代表，并担任第10届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。同年7月，他当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，2020年更晋升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，成为宗教体制内的重量级人物。每年全国两会，释永信都是记者围追堵截的焦点人物。1998年，他提案减免名山大寺门票。2015年两会，他又提出关于尊重宗教感情、规范佛教网络用语的建议，要求将佛教网络百科词条、贴吧等编辑权限交还宗教界或学术机构，试图争夺网络时代的话语权。释永信不仅在国内政坛游刃有余，还搭上了习近平“一带一路”政策的顺风车，将少林寺打造成中国文化输出的金字招牌，
与孔子学院并称一文一武，成为中共全球统战的利器。近年来，少林寺接待了俄罗斯总统普京、国际奥委会主席洛格、NBA 球星奥尼尔等国际政要与名人，安排他们参观古迹，观看武术表演或获赠礼物，俨然将寺庙变成外交舞台。释永信的眼光早已投向海外，少林寺在柏林、伦敦等地开办60多家文化中心，均由少林僧人任教，传播武术与禅宗文化。2014年10月，释永信率领70人代表团远赴欧洲，参加第3届欧洲少林文化节，高调宣扬少林文化。2015年2月，他向澳大利亚肖尔黑文市长支付1000万元人民币，重启少林村房产开发项目，计划包括澳洲分寺、4星级酒店、少林功夫学院及教学设施。面对商业化质疑，他辩称这是回归自然和正视传统的少林禅修中心，否认酒店等商业属性。然而该项目引发舆论哗然，新华社却为其背书，称文化走出去是一件很体面的事，甚至将少林寺与迪斯尼相提并论，凸显释永信在政治圈的特殊地位。释永信的少林寺不再只是诵经禅坐的圣地，而是中共文化输出的前哨站。他将少林品牌渗透进现代生活，透过文化中心、海外分寺、游戏授权等方式，将佛门生意做到全球。然而这张统战棋子的背后，却是释永信对政治资源的精准利用，与其在国内的靠山相辅相成，让他在风波中屹立不倒。既然释永信被抓不是经济原因，那有可能就是政治原因，或者是被割韭菜了。少林寺的收入来源多样，其中只门票收入就尤为可观，每年带来约 3.5 亿至4亿元的收入。当前中共地方政府正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。据《纽约时报》2023年报道，中国地方债务高达92万亿元人民币，占2022年经济产出的 76%， 较2019年的 62.2% 大幅上升。疫情后的经济疲软、房地产危机及过度基建投资，让地方财政捉襟见肘。为缓解压力，地方政府不仅向高利润企业伸手，甚至开始瞄准宗教机构的资产。在中共地方政府的财务危机阴影下，少林寺的庞大商业版图显然成了地方政府眼中的肥肉，而释永信的调查风波或许只是这场收割大戏的开端。类似的割韭菜案例并非首次。2023年，天津市政府因财政困难，曾向当地寺庙借钱支付公务员薪资，引发舆论热议。这一事件显示，地方政府在财政危机下已不择手段，甚至将手伸向宗教场所的香火钱。与天津的借钱相比， X 平台用户评价，中共需要时就查办没收财产，释永信手里的钱和资产一个都留不住。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